苏轼和和尚佛印一见如故，友情极深，二人经常你来我往，交流文学。苏轼爱才，经常对聪慧伶俐的妹妹苏小妹提及此人，苏小妹便想测试他的能力。当时佛印和苏轼正在吃面，苏小妹提了句上联，面对面吃面。这个上联只有5个字，却极为应景，寓意深远。本以为佛印会哑口无言，结果他思索一会，便得出了下联，不仅和苏小妹的上联平仄对称，也表达了他对苏轼的情深意重，顺便打趣了苏小妹。苏小妹听了不禁红了脸。佛印的下联怎么让苏小妹红了脸呢？心与心贴心，这个下联是不是对得极妙？民国时期，为了推广公共厕所，县负责人找了一个文人。文人得知是为厕所写对联后，果断拒绝。后来在负责人苦口婆心劝导之下，文人才放下心理负担，开始了对联的创作。过后，文人交上对联5篇，其中1篇特别好，上联是这样写的：来人不蹲就站，下联是。这联一出，众人叫好。大家猜一猜，下联是什么？去者非男即女，妙极了。清朝乾隆年间，一王姓秀才寒窗苦读数年，进京赶考。途中因天色已晚，便去一家民宿借宿。民宿老板的女儿想试探一下他的真才实学，提出了一个上联：一人、一碗、一口锅。秀才不假思索地回答：单被、单床、单身人。单对一，碗对床，书生的下联不仅平仄对称，也表明了自己的单身处境，暗自给姑娘表白。姑娘听后满脸通红，芳心暗许。书生后来考取了功名，衣锦还乡前来迎娶姑娘，赢得了一段佳话。有一天，苏轼在路上偶遇佛印，佛印的身旁正好有一只狗，于是便和佛印说：我给你出个上联。佛印欣然接受，没想到他的上联是狗啃和尚骨。佛印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略加思索，把带有苏轼诗句的扇子丢进河里，然后说出下联，一时间传为佳话。佛印的下联是什么呢？水流东坡湿。佛印这可真是大大的出了一口气。上联中容的意思是容忍，容纳意则是表达了容易的意思，所以上联的意思是说容忍一件东西是很容易的事情。而下联的色难表达了对孝道的看法，并不是说能容忍父母的唠叨，有好吃的让父母先吃就是孝顺了，要时常保持一副和颜悦色的神态去面对父母，才是最困难的事情。纪晓岚才华横溢，丫鬟也都才华惊绝。一天，丫鬟明轩在用下布做窗纱时，突然灵感迸发，想出个对联：下布糊窗，个个孔明诸葛亮。各个孔明说的是糊好的窗户，每一个格子都比较明亮。诸葛亮谐音诸葛亮，前边的孔明正好是后边诸葛亮的字，
这一联妙不可言。纪晓岚整整想了一天都没有想出下联，朝中百官一众文人也无一能对。一直到了200年后，出现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，才有人对出了下联。这个下联是什么呢？从诸多的对联中，众文人皆对此联情有独钟，幽香满院，欲挽华梅兰芳。后世的读书人为此绞尽脑汁，想出了许多下联，我们且看看。下联1：昏雾迷蜀，云云关羽关云长。下联2：老翁掌勺，勺勺周瑜周公解。下联3：山神望天，片片石云纪晓岚。清朝年间，安徽有一韩如汪如阳，才华超群，获宰相长女徐氏赏识，修书一封，让他去向徐家幼女求婚。宰相摆了渔阳席招待他，并出了对子考考汪的才学，申明以联招婿。宰相吟道：席上渔阳，鲜乎鲜矣。今天的渔阳味道新鲜吗？实在少见啊。这个上联特别之处在于以下4点：1. 席上有鱼有阳； 2. 采用合字重复技巧，鲜乃鱼字与阳字组成； 3. 2个鲜字，第一个读第一声鲜，新鲜的意思；第二个读第3声鲜，罕见的意思； 4. 用乎，以表达疑问和感叹。汪某暗暗吃惊，此联甚巧，着实难对。正巧几个女子叽叽喳喳在窗外说笑，汪灵机一动，下联脱口而出：窗前女子，好者好之。我看了窗前那几个女子，那长相姣好的，谁不喜爱啊？宰相大人听了，喜不自禁，当即招她为婿。